美国媒体宣传说，歼20将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的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隐身战机。美国人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呢，都有点后怕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美国 CNN 对歼20战斗机换装涡扇发动机的前景进行了评估，认为歼20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全球唯一还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战斗机。CNN 称，歼20换装了涡扇10C 发动机以后呢，为其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、推力更大、效益更高的动力装置，从而使歼20战机的航程以及在非加力模式下提供更大的推力，这就使得歼20能够在非加力模式下能够长时间的做超音速飞行，也就是所谓的超音速巡航。而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呢，是美国 F-35隐身战机和俄罗斯的苏-57目前所不具备的。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推测和分析有没有道理？歼20有可能成为未来唯一的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隐身战斗机吗？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，他们的这个推测呢，并非没有可能。因为从美国2023财年的军费预算的报告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从今年开始，美国的 F-22猛禽战斗机呢，将开始逐渐退役，先期退役33架，在今后的5年内，逐渐的要把大批 F-22战斗机呢退出现役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真正具备超音速能力的战斗机，恐怕也就是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-57了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我们的发动机要到位，俄罗斯的发动机也得到位，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能力和要求。那么现在的歼20战斗机能不能实现超音速巡航呢？我个人看法，歼20战机的换装涡扇10C 发动机之后呢，推力确实是增大了啊，但是呢还没有一步到位，还需要继续努力。但是歼20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它的超音速升阻比要大于美国的 F-22，因此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要比 F-22小。因为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，除了依靠发动机以外，还要依靠外形设计。而歼20的外形设计非常优秀，升力大，阻力小，因此更容易满足超音速巡航的要求。就这个角度而言呢，美国的这些专家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只不过现在如果歼20能够实现超音速巡航，指标稍微低一点，其实呢这种情况并非歼20具备。像欧洲国家的一些3代半战机，像阵风啊、台风啊，据说也能够进行超音速巡航，只不过他们超音速巡航的速度低一点，就是 M 速的 1.2 左右。而美国的 F-22的超音速巡航，据说呢是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，最大平飞 M 速能够达到 1.8 左右，这个呢是有差距的。同样是超音速巡航，大小还是不一样的啊。当然，美国媒体评述这件事呢，可能还漏了这么几个机型，以及比如说中国的 FT-31、俄罗斯的苏-57。那么这2款战机如果换装了更先进的发动机之后，他们能不能实现超音速巡航？这个呢，他们没有做相应的分析。这个呢，我们留在后面。现在呢，我们谈谈第2个问题，就是歼20如果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巡航隐身战斗机之后，对中美两军意味着什么？这可以说，随着 F-22的逐渐退役，歼20将成为世界上隐身能力、作战半径，当然飞行速度最强的先进战机，远远超过美国的 F-35。这个才是美国媒体做出上述结论而感到焦虑的地方。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加快脚步来开发下一代的战斗机。当然，下一代战斗机那么好搞吗？美国已经讨论了10几年了，现在还没见到影子。可以说，在先进航空技术领域方面，美国已经开始
逐步丧失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了。双方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最终谁能够领先，恐怕10年之后就可以得出结论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